拥有暹罗之称的泰国是一个拜祭鬼魂的国家，那里到处都是佛教庙宇。而在泰国的首都曼谷安纳街附近的一条小巷，有一座非常著名的寺庙，那就是马哈布寺，受着当地人虔诚的供奉。据说这座庙供奉的是一个鬼魂，它的名字叫鬼妻娜娜。信徒们会向她求姻缘、求孩子的，而且每次的祈求都会灵验。然而，大家知不知道这位泰国鬼妻娜娜背后却有这一段真实又凄惨的故事呢？Hello， 大家好，我是美貌与智慧并重的小南。小南终于接到业配啦 ！Oppa Seafood Delivery 是大马首创韩式火锅外卖，使用小南 promo code 小南就能获得58%优惠哦！还等什么？赶快下单吧！雪隆区内1个小时送到你家，边吃部队锅边看小南的影片吧！在拥有多年拜鬼习俗的泰国，许多当地的鬼传说都是真实而且十分恐怖的，有的甚至被改编成了电影。泰国鬼妻娜娜正是其中之一。那么今天小南就带大家了解她的凄美故事。1969年，住在泰国曼谷的一位女子，她有着乌黑的秀发、曼妙的身材以及一张秀丽的脸蛋。这位迷人的女子是娜娜。当时因为战争缘故她的丈夫马哥需要到前线去作战，于是她被迫和丈夫分开了。不久之后，她便怀上了身孕。孤身一人的娜娜只能默默等待丈夫从战场上归来。然而时间1年又1年过去，丈夫在外抗战的期间完全没有任何消息，是生是死也没有人知道。可是她依然等待着丈夫的归来，希望有一天能一家团聚。据悉，娜娜是一个坚贞的女子，即使她后来逝世了，灵魂也依然守在家里，等待着丈夫的归来。殊不知，她的丈夫马哥在战场上正经历着枪林弹雨的险境，胸口前中了枪伤，危在旦夕。后来，丈夫被送回曼谷，一位高僧救了他的性命，这才逃过一劫。就在他中弹发高烧昏迷的时候，已有身孕的妻子娜娜也一样在和死神斗争。因为娜娜肚子里的宝宝突然要临盆，她痛不欲生的求救，但她最终还是难产了。因为失血过多导致一尸两命的悲惨结局。对于这样的悲剧，在当时帮忙娜娜接生的产婆不但没有伸出援手，反而动起贪念，拿走了娜娜手上的金戒指，并将她和胎儿草草埋葬在木屋一旁。结果泰国鬼妻娜娜就此诞生。此后，每当夜深人静的夜晚村庄里的某一处就会有一个幽怨的女人抱着婴儿站在河畔边，甚至也有村民还会听见孩子的哭声以及女人痛苦的呐喊，感觉就像是在生孩子时女人因为痛楚而发出的惨叫声。光是想象这情景就让人起鸡皮疙瘩了。不但如此，村子里有一部分村民纷纷都死于非命，因此其他村民们只能躲在家里，甚少出门，因为他们害怕万一被娜娜盯上就惨了。就这样，娜娜的怨气变得越来越重。回到村子的马哥划着独木舟，一路上看到村庄荒芜的样子。突然间，马哥在河畔边看见了心爱的妻子娜娜，抱着孩子在门前等待着他回来。马哥开心地跳下了独木舟，满心欢喜地将妻儿拥在怀中。可是谁又知道，接下来等待着马哥的是一连串匪夷所思的事情。在村子里生活了一段日子，马哥开始觉得非常奇怪，为什么村民们见到他会装作没看到，有时候还会被他吓得惊慌失措。某一天，马哥去捕鱼时，顺路来到了之前帮忙接生产婆住的地方，想去探望下她。可是到了门口，怎么呼叫也没有人回应。无奈下，马哥只好推开了门走进去。没想到一开门，他看到数十只蛇虫鼠蚁在啃食着接生婆的身体，这画面吓得马哥连滚带爬的逃了回家。
回到家后，马哥对娜娜描述了刚才眼前所看到的一切，但是娜娜却一点也不惊讶，还很镇定地说：“那个接生婆已经死亡多日了。”就这样度过了一段日子后，马哥在村子里见到了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阿瑟。然而阿瑟也像别人一样处处躲开马哥，于是马哥终于忍不住拉着阿瑟问他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在两个人的纠缠中，阿瑟冒着生命危险把真相告诉了一直被蒙在鼓里的马哥。听后，马哥接受不了事实的跌坐在地上，痛哭失声地捶打着地上的泥土。回到家，马哥将事情告诉了娜娜，娜娜却撒谎说那是因为全村庄的村民都排斥他，于是才传出了这样的谣言，一切都不是像阿瑟说的那样。后来救过马哥一命的曼谷高僧也来到了这个村庄，连他也亲口告诉马哥，他的妻子娜娜是一个已经死了的人，而他看到的都只是他的鬼魂而已。此外，高僧还提醒他，如果弯下腰从双腿之间看过去，就能知道娜娜的真实面貌了。听了高僧的话语后，马哥的心忐忑不安，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一边是他心爱的妻子，另一边是救过他一命的恩人。一夜辗转难眠后，马哥终于鼓起勇气弯腰低下，往妻子的背影望了一眼。结果看见了什么，并没有人知道，只知道马哥在第二天天色还没亮的时候，就到附近的土地上一直挖，一直挖。传言在最后，因为曼谷高僧的出现度化了娜娜，并将魂魄收服在娜娜的骨灰中，并随身携带，一直到逝世的那一刻。至今为止，鬼溪娜娜庙依然透着一股阴森昏暗的感觉。端坐在堂上的娜娜有着金箔闪闪的身躯、乌黑的长发以及艳丽的妆容，摆放在她身旁的是一个白色婴儿人偶，同样一起被信徒们供奉着香火，画面看起来让人毛骨悚然。而娜娜庙里的摆设宛如一般的泰国人家，贩售古代的女装、化妆品、婴儿玩具等给信徒们购买来拜祭。此外，凡是来到娜娜庙参拜的游客，都会为她添购新衣和化妆品后，再献上鲜艳的花朵以表示尊敬。有时候甚至会有人请来舞娘在鬼溪娜娜面前跳舞供她欣赏呢。然而，供奉鬼溪娜娜也有一些规则需要遵循的。第一，在泰国，佛祖的地位最高，所以在拜祭娜娜之前，最好先去马哈布寺拜祭了佛祖，才前往河边的娜娜庙，这样就不会冒犯到其他的神灵。第二，最好的造访时间呢是中午的12点至下午4点之间，因为娜娜庙里呢有一棵百年大树，很少有阳光照进去。河边也特别的冷清清，太早或过晚的时间去的话呢，整个庙都是阴森森的。所以为了避免不必要的事情发生，午后呢是最佳的拜祭时间。最后，娜娜庙里呢是禁止拍照的，里面用了泰文和英文写着，内部禁止拍照和摄影。所以如果有机会到那里拜祭的游客啊，最好遵守这个规定，否则发生了什么事情就后悔莫及了。近年来，泰国大城府寺庙附近出现了鬼溪娜娜的踪影。一位身穿泰国古代服饰肩部的女子，披头散发，面色苍白，眉间还涂着黑印，身心充满着怨气。最恐怖的是，她的怀里竟然还抱着一个婴儿，不时地在街上游荡。经过了一番探查，原来这不是什么灵异事件，而是一个大城府的女商人为了引起路人注意，突发奇想扮成了鬼溪娜娜的模样，好让路人们购买她的烤肉串。这位女商人的营销方式还真的有效，因为这位鬼溪娜娜在泰国是非常受欢迎的。不但如此，娜娜的故事流传至今，还曾被誉为泰国最凄美的爱情故事。泰国人民为了纪念她，甚至拍了好几部电影、电视剧等，每部作品的票房收视率都不错哦。陪伴永远是爱情最绚丽的一种表现方式。
这个娜娜传说让小南我感悟到，爱情当中最珍贵的莫过于细水长流的感情和陪伴。如果有缘能够和自己心爱的人在一起，那就好好把握彼此相处的时间与机会。今天的故事就暂时聊到这里。那么你对鬼妻娜娜的故事又有着什么不一样的了解呢？你是不是也觉得这是最凄美的爱情故事呢？欢迎在下方留言让我知道哦。就在他解决完后呢，准备上车时，隐隐约约看到不远处的香蕉树下站了一个高挑女子。他定睛望去，女子身上穿着白色薄薄的马来装，有着一头乌黑亮丽的秀发。女子向他用手指勾了几下，并转过了身子，略带妩媚的暗示着他过去。